那我想我今天主要还是在讲所谓的 frozen embryo 的 resuscitation 的 scenario，我们讲一下这一些冻胚把它做解冻以后能够用来做什么样的 apply 到 Nix 这方面去。那我们大家也知道嘛 ，Nix 已经做 AI 这一方面的哈。那我最近去2个地方也讲到这个 MIPG， 因为我本身比较偏向于 mini invasive， 就是我比较偏向于收集2种 two combined 的 blastosphere fluid 跟 spectral culture medium， 给它送去做 Nix AI， 所以这方面是我比较从一口开始的时候就做 mini invasive， 我并没有做 long invasive， 我想跟大家讲一下。我想我们这些问题大家都知道嘛 ，PGTA 有存在着一些它的缺陷或者缺点，不过目前 PGTA， 我现在讲的 PGTA 是 invasive 的 PGTA， 如果是 NI 就是 non-invasive，MI 就是 mini invasive。我想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讲 PGTA 的时候有它的缺陷，大家都知道的，我也不要再讲太多，它的潜在风险啊，它可能会有一种 damage， 所以不过因为我们台湾是跟内地不太一样，我们台湾是允许我们在有合乎临床的 indication 的情况下面，去采取我们自己诊所或者我们 center 自己对患者沟通清楚，就可以做所谓的3代，可以做 PGTA 的检测。所以我们的胚胎师基本上对于这个所谓的囊胚的切片相当有经验，大概每个人都有1-2万颗的这个经验。像我也大概在前几天的时候去讲到所谓的2种不同切片方式的比较，有机会再跟大家做介绍。那我想对于这个胎儿的长期性的影响，像我最近也碰到一个所谓的患者对我们不高兴，不高兴在哪里？他做了 PGT-A 把它放进去了，也怀孕了，结果到了28周的时候，他的右边耳朵有 defect， 他就来找我说，张医师，你这个是不是因为你这个切片造成我的耳朵受到影响，要跟我一些所谓的要跟我讨论一些问题？那基本上我就跟他解释了，当然这个绝对不是因为你做了这个所谓的 blastocyst biopsy 而造成这个胎儿的这些问题，我想大家都知道。可是有时候患者他们本身不了解医学，所以对我们就提出了一些质疑。当然，我们跟他解释清楚。当然，这对于这个所谓的 blastocyst， 不管你在第5天、第6天切下6个细胞到8个细胞送去做检验，那到底对于这个 long term 的 for baby 到底有没有影响？这个还是一个 question mark。所以其实简单讲 ，PGTA 这一块在全世界，包括台湾啦，我相信还是有40%上下的医师是比较不 favor 的。但我本身是站在比较有 indication 的情况下去做这个 PGTA， 我本身是 in favor of this procedure， 因为我们对这方面来讲是比较有经验的，所以我们胚胎是他的 well experience。基本上他们对于这个胚胎的切片的技术理论上非常纯熟的，但是就算你非常纯熟，对于胚胎的影响目前还是一个 question mark。然后还有PGTA 我刚刚讲过的是，这是一个要求比较高的，它的 learning curve 可能比较长，就是说你要去到一个初学的这个胚胎师，到能够很纯熟的去操作这个所谓的3代的 blastocyst 的 biopsy 其实还是有所谓的 learning curve 是比较长的。所以我也刚强调过，对于这种第3天要不要做 AH 的，还是直接在第6天做切片的，我也做了一些研究，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报告。结论是，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它对于我们整个 clinical outcome 好像没有什么影响，这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报告。那大家也知道嘛，这个所谓的 blastocyst biopsy 就有所谓的 false negative rate 啦 false positive rate 这些问题，这个都不再赘述，因为我今天要讲的只要还是牵涉到这个所谓的复苏的问题，胚胎冷冻复苏的状况这个所谓的 false positive 也是我比较关心的，也是当初我做了这个研究，就是因为我发现到说，在我们哈佛教授的一篇 paper 里面有讲到这个所谓的 false positive， 让我想到说，当我们很辛苦对患者，一个高龄的或者一个高难度的患者，他每次取的卵都非常少，能够养出囊胚非常少，那我们给他做 multiple stimulation 的时候，取到了10颗卵子，取到了10几颗卵子，做了就算真的不可能做出10颗胚胎，就算真的做出10颗胚胎好了，结果我们送去做 PGT 检测的时候，发现到有80%到90% 的胚胎都是不正常的，不管是 high label mosaic 或者是 aneuploid
那我们在想说，这个有没有可能是假阳性的存在？那这一些胚胎其实是可以拿来植进去的，可是因为现在患者不愿意，我们也不太喜欢、不太敢去把这一些假阳性的胚胎给它植进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考虑到，也是我对这个问题从3、4年前就蛮有兴趣的，所以才做了一个所谓的 IRB 的计划。这个 IRB 我想把这个先放这个第一个放给这一个哈。这个 IRB 的计划是在3、4年以前，当我看到那个哈佛黄教授的 paper 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paper，我就跟仿照他，当然不太一样，我做的是 ICM 的，他做的是 whole blastocyst 的。那我当初在做的时候，我就觉得奇怪，如果我们只是收集单一的 Spendoculture medium 去做分析的时候，跟我同时收集 Spendoculture medium 加上 Blastosphere fluid 同一个患者同一个 Blastocyst， 我把这个收集出来以后，把它分成2种，去 to combine 的一个所谓 Spendoculture medium 加 Blastosphere fluid combine 在一起的这个简体，跟单独 Spendoculture medium 的简体去做比较的时候，发现到说它有 signal rate 的几率的话，在 to combine 是高很多的，所以那时候开始。那因为我们胚胎师在讲一句话，就是我们胚胎师都是比较有经验，他们可能都做了一起都打了10几万颗了，所以他们对于胚胎的 manipulation， 我相信是比较有经验的，所以他们在做 blastosynthesis 的时候，理论上我认为对于胚胎的 damage 是比较少的、比较小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开始，大概3、4年以前在做这研究的时候，就完全采用 mini invasive， 就是收集 to combine 的。然后结果我们的 data 发现到，我想今天基本上只要简单讲一下，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所谓的 ICM 作为 golden standard， 我们把这个 threshold 所谓的 mosaic threshold 定在50的时候，我们以这个 ICM 做出的这个报告来跟所谓的 MIPGTA 的报告跟我 IPG 的报告，我所谓的这个50几个是我们已经先给他先做了所谓的切片的报告，已经有这些报告了，我们就收集的，不管是 aneuploid 或 euploid 或者是 mosaic 的，我们就收集了60几个，那真正能够拿来做比较的就剩下50个，那这50个我们就把它做了解冻以后。我们已经知道它的 IPG 的报告了，我们就会把它收集的 Spendoculture medium 加 Blastosphere fluid， 然后我们也把它的 ICM 去做切片。我们发现到说，如果我们以这个 IPGTA， 如果我们以 ICM 的这个报告来做比较的时候，我们发现到说 MIPGTA 在几个 parameter， 包括所谓的 PPV、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或者所谓的 FPR。这方面，我们发现到说跟 IPGTA 比较起来，好像有它的优势。比如说，大家看一下，我们发现到在我们这些简体里面，我们认为它的 IPGTA 是不正常的胚胎。那我们去做 ICM 或者是做 MIPG 的时候，发现到大概有30几%，快接近40% 的 false positive rate， 意思就是说，这些胚胎如果我们单纯的用所谓的 invasive PGA 去做的时候，你可能把这一些本来是可以植进去，有这个 potential 植进去能够正常怀孕的这个胚胎，甚至一个正常 baby 的胚胎，我们去把它 discarded 掉，把它舍弃掉了。这就是当初我觉得说，哎，怎么这么高的一个 false positive rate 哈？那当然我们也发现到说。Spendoculture medium 加上 Blastosphere fluid two combined 的，它有一个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是 false negative rate 比较高。那为什么这样子？我相信应该是当初我们在做这些胚胎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像我们现在走的所谓的 denuding 啊，或者这些一个所谓的这个收集这个 Spendoculture medium 哈的这一个整个 procedure 已经有一个标准化了。当初在做的时候，可能并没有去想到这个所谓的 maternal cell contamination 的问题，或者是 global contamination 的问题，造成 FNR 的几率这么高。不过这个问题现在目前已经慢慢的得到一个所谓的 solution 了哈，所以这个报告的 FNR 比较高，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这些 sensitivity 啦、specificity 啦，或者 concordance rate 来比较起来的话，好像 MIPGTA 比 IPGTA 有更好的一点点优势。这是当初我做的一个小小的研究，那这个也在2020年发表这个东西。那当然，目前有没有水？对于这个所谓的这个 Nix 我想还是很多的这个 question 等待解决。但是问题现在好像这3、4年的进展
对于这个它的 origin 啊，它的 represent 它的代表性啊，它的分子特征啊，还有它的 contamination 的问题，还有我们到底要怎么去选择这个 priority for transfer，根据这个 spatial cultural medium 加上 blastosphere free 的 DNA 的这个 sequences 所做出来的这个结果，怎么做一个 priority for transfer，这些以前大概4年以前、3、4年以前都是它的局限性，但是随着这个我们基因公司的这个发展还有大家的研究大家的努力，好像已经慢慢见到了曙光。那我想大家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说，因为你要去收集 spatial cultural media 的话，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存在，包括我们说要收集多少时间啦，要不要去对这个 embryo 做 blastocentesis 啦，这个所谓收集的方式啦，它的 contamination 啦，或者是我们到底在做 concordance rate 的比较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在比较所谓的 whole label chromosome 还是 clinical 的，还是 karyotype 还是chromosome label 的？我想这个问题还是大家没有办法得到共识之前还是很多问题存在。不过我一直讲了，我们这个益康基因公司跟国外的这个所谓的 iGenomics， 我一直讲说，我们益康是少林那个iGenomics 是武当。那我跟着这个益康的脚步已经走了3、4年、4、5年，我觉得我们身为华人我觉得我们的少林还是目前具有非常优势的领先地位。那当然，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因为今天我的主要题目是讲 resuscitation 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很简单的介绍几篇很棒的 paper。这一篇 paper 就是安徽医科大学的，我记得是就是曹云霞校长那边的安徽医科大学那这篇 paper 它主要就是说什么叫 putative， 就是假设性的、假定性的，就是说他把这一些经过 IPGTA 检测过的可能啦是 mosaic 的这个 blastocyst， 他把它 refrozen， 就把它这个就把它再解冻，它已经解冻了，那么它已经动起来了，他把这一些胚胎40几个胚胎把它解冻以后，然后来看看我们把它再做 rebiopsy， 或者把它收集 spatial culture medium 来比较说做 rebiopsy。 我想大家都知道嘛，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个送出去的检验，如果这个报告有时候告诉你没有 single 的时候，我们在想说，哎呦，要把它再解冻，要再冷冻，然后再把它做 biopsy， 这种 rebiopsy 的 procedure 虽然在我们生殖中心也做非常的多，但是我总觉得多一个伤害，要把它再切，要把它冷冻的解冻了，把它切片再冷冻，然后再以后再把它解冻放进去，这么多的对于这个胚胎 manipulation 的 procedure， 会不会对胚胎造成比较不好的伤害，或者造成它的 implantation potential 的降低？这是脑袋一直在思考的。其实我们很不喜欢做 rebiopsy 但是没办法，有些患者就有他的需求，我们就要做 rebiopsy。那这篇 paper 很棒虽然数目不多了，不过这也是3、4年前 paper。现在我也对这个相同类似的研究，我也在做研究中。我最近也做了一些 case， 这个未来有机会再讨论。就是说我现在想到说，对这一些高龄的患者啦，他们这一些 wastage 的这个经过这个 invasive PGTA 做出来的报告，结果是可能被闲置的，怎么去把这些东西做一个 rescue， 这个我做了一些简单的研究，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那他的结论就是说，发现到其实啦，简单来讲就是说有41个胚胎，他把它认为是可能假设性的 putative 的这个 mosaic， 他把它去做比较的时候，发现到说大概有35个上下的胚胎，它不是真正的 mosaic 或者 aneuploid， 它主要是做 high label low label 的时候，如果你是 high label 的时候，它可能真正是 high label 的几率比较高。可是如果你是 low label 的 mosaic 的话，那它可能变成我们在做所谓的 rebiopsy 或者收集 spatial culture medium 的报告里面，发现到说有高到80几%的 case， 意思就是说41个里面有34、5个这个胚胎，理论上他们是属于 euploid 的。大概简单这篇 paper 是这样子讲，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也没办法对每一篇 paper 做一个详细的介绍，所以这篇 paper 大概有机会大家可以去看。第二个就是说，这是一个我们来看这个就是说这篇是大概在2019年的，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我就是因为这一篇 paper 的 hint 让我去做接下来的做跟他
跟他一样的一个像类似的研究，我们做的就是有点差距。不过我还是按照他的方式来想，大家都知道嘛，反正我们也知道说做这个 invasive 的 PGD， 它有 FNR 啦、FPR，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哈。那这篇 paper 非常的好，也是给我们一个想法，就是说，哎，怎么样子去走这个 NIPGD 这一块？那他那时候是以60% 的 mosaic threshold 来做比较哈。那他得到了报告跟我不太一样的或者类似的，就是说他做出来的 FPR 来讲的话，他发现到说 invasive 的 PGD 还是有50%，那我是43%，所以大家如果把这两篇 paper 比较起来，好像发现到说这个 FPR 这个比例其实认真的讲起来是非常高的。不过它是以 whole blastocyst 来作为 golden standard 的，那我是以 ICM 来作为 golden standard 的，那它的 FPR 是50%，比我还高。那问题它的 FNR 哈，它 FPR 的话在 NIPGTA 它也是达到20%，可是我做的这个 MIPGTA 大概只有5% 上下，我想这是两者的差距。不过 FPR rate 还是蛮高的哈。那至于这个concordance这里都差不多。那这篇 paper 我读了非常的久，这篇 paper 就是做的非常的好，所以我就仿照这边做出一个类似的一个研究。我还有多少时间再告诉我？那我们就提到这个 clinical 方面的应用了哈，就这篇 paper 也写得非常不错哈。它是这样子哈，它就是把221个这个 blastocyst 它怎么做？它就是把它做成两个 arm 两组，就是一组的话，它就是把这个所谓的做 IPGTA， 然后呢，它同时也收集了这个 spongial cultural medium， 然后它再把这两者，它可能以这个 PG 的报告作为 golden standard 的做一个 transfer 以后，然后再来回溯性的来看看它的 spongial cultural medium 的报告到底是怎么样的状况哈。那他发现到说，这篇 paper 里面如果它是有分成，这个我们的左边的 yellow 黄色的这个 column 是代表是 euploid 的，那这个 green 吧，这个绿色的代表是 aneuploid 的报告，那这个我们这个是什么颜色 ？purple 颜色的哈，代表的就是 chaotic 或者 non-informative 的。这个比较 interesting 的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它来做比较的时候，发现到说，我们做 spongial cultural medium， spongial cultural medium， 如果它的这个报告如果是到最后回溯来讲的话，如果是 euploid 的跟这个所谓的 aneuploid 做比较的时候，发现到说 spongial cultural medium 给你的报告是 euploid， 好像跟这个 aneuploid 做比较有临床上很大的一个 clinical 的这个显著上的差异。不过比较 interesting 的是，它是 chaotic 的或者是 non-informative 的这一组，就是我们的右边这一组。这叫紫色或者是 yellow 的这一组好像他们的 clinical outcome 也很好，甚至高过 yellow 这一组。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在做所谓的 non-invasive 或者 NICS 的时候，我们认为说，如果这个报告给你的是 non-informative， 这个不见得是坏事情。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报告没有办法得到一个 signal 出来的话，说不定这个胚胎 euploid probability 说不定是不错的这是一个重点，就是说未来我们要做一个所谓的 priority for transfer 的时候，当然等一下我们相信我们黄教授啦或者一些学者会讲到这个 clinical 应用的问题，然后我相信如果说我们未来在选择 A 或者 B 或者 C 的时候，如果我们 A、B 都没有了或者用完了，那对于这种 non-informative relapse 的胚胎还是可以拿来使用的那当然他也把它做一个所谓的这个 age， 就是他年纪的这个所谓的分层 stratified 他发现到说35岁、35岁以内的话好像35岁的意义比较大一点那他也有做这个 morphology 的这个 grading， 还有做这个 morphology 的这个分层。那这些东西，我想今天时间上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做详细的介绍。简单讲，这篇 paper 就告诉你说，好像 NICS 在我们这个临床上的使用有它的临床上的价值那这个就是讲到这个，把它做所谓的 Day 5或者 Day 6的。我想我要讲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像我们今天在做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到我们在做这个所谓的切片，我刚提到我们的切片，我们在做两种不同切片的时候，就第3天要不要做 AH 的，还是第3天不做，第5天直接做这个 biopsy 的。
或者第3年 AH 还有做 biopsy， 我发现到我们能够如果在第3年做 AH 的时候，我发现到我们第5天可以收集到囊胚的比例非常的高，大概超过 80%。那如果从这个证据来看的话，如果你第5天的胚胎能够早一点知道把它做采样，总比第6天去采样好多的话，我发现到说，好像我们第5天的胚胎它的整个 implantation 的这个比例的这个成功几率还是比较高。那他也发现到说 Day 5的胚胎理论上来讲的话，如果你用 spindle culture medium 或者 blastocyst 去收集做 NICS 的时候，好像他也发现到说，我们把这个胚胎的培养天数做一个所谓的 stratified comparison 的时候，好像发现到说第5天的胚胎它的临床上的表现比较佳一点比较好一点。那当然了，我还有多少时间？5分钟，所以现在的目前就是说，做这个 NICS 还有很多问题存在了。当然 WGA 的方式啦，不同采样的策略啦，怎么样去把它利用点去防止 maternal contamination 啊，不同的评价方式都非常重要。不过我跟着益康基金公司走了这么多年了，我觉得我们益康基金公司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进步，一直在对这个问题做非常深入的研究跟探讨，我也从中间学习非常的多。我想对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篇 paper， 大概读了50次、100次，我可以倒背如流。这个今天的时间关系，我就不再做介绍，因为等一下好像有人会讲到 clinical application 那我想我们都选择 A 级的胚胎或者 B 级的胚胎先植进去吧，因为他们的这个 euploid probability 是最高的，大概可以达到 A 大概超过80%，然后 B 的话大概差不多50-60然后 C 的话最好是不要用了，因为放进去的它的隐旁类性非常低，而且它 chromosome 不正常的机会非常高。这个我就不再讲了。那我今天讲一下的就是说，我们自己在这几年来，我们做了一个 clinical 的 application 然后跟益康比较综合起来的话，我们发现到说，把 A 级的胚胎放进去，它的 survival， 它的这个成功率是最高的。然后 B 级、C 级还是差了一点点。当然了，如果是 fresh group 的话 ，B 级是比较好。那 frozen 的话，好像 B 级比较差的。不过不管怎么样子 ，A 级、B 级一定是我们优先考虑的一个状况。没有了，结束了。还没有来。那当然这是这优秀的状态。那我想我最重要一个我的 slide 比较重要的就是说，我发现这个 Nix AI 目前我还是非常的想要去因为我在台湾算是比较积极在做 Nix AI 这一块的。目前台湾我所知道比较少人在做这一块，所以我认为 Nix AI 当然目前 Nix 这个绝对不能够取代 IPGTA，因为我们 IPGTA 是一个 golden standard， 虽然它有它的缺点，但是目前我们如果这个做出来的报告是 low level 或者 euploid 的话，我们还是会认为说我们把它植进去，再经过我们产前的一些检测，不管是做 NIPT 或者做羊水栓塞或者基因检测的话，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做法。如果你这个 case 是可以做IPGTA 的话，原则上还是以它为主。当然，有些生殖中心可能不方便，技术不成熟，或者碰到一些他的患者，他因为 social factor， 他不愿意去让他的胚胎受到伤害的时候，我想这是一个可以做这个 Nix AI，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或者那个他的 embryo， 他的 blastocyst 是比较低级的，它的 quality 比较差的。或者它的 embryo 比较少的，或者对于一些特殊的 case， 比如说 RIF 啦，或者 RPL 啦，这些 case， 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选择 Nix AI。甚至我现在在做的就是说，我对于这些这么年纪比较大，因为我们台湾不一样，我们台湾简单讲，35岁以内的不孕症患者来找试管婴儿的大概只有 20%，36、7岁以上的大概占36到40岁大概占了 40%，40岁以上来找我们做试管婴儿的。大概差不多有 40%， 这个比例意思就是说 advanced maternal age 的38、9岁的来招到45、6岁来找我们做试管婴儿的比例真的占了60-70% 以上。那我们常常花了很多钱，做得很辛苦大家都很辛苦，结果做出胚胎都是不正常的。那这些胚胎我刚提过了，到底是不是存在着所谓的 FPR？这个就是我们想要去探讨的。那针对这些患者，我也在做一些小小的研究，希望能对这些患者把这个Nix AI 这个带到他们，能够照顾他们。当然，我还是讲一句话，就是说，这不提的这是我刚讲的，还有1分钟，好不好？一点没有关系这个既然我还可以讲2分钟了，我就把这个讲一下好了。
就是我想大家都知道嘛，哈，这个讲过了。那到底好等级好会不会影响到这个胚胎？我想这个也是我讲的内容。那镭射激光会不会影响？基本上我是认为不会了哈。那第二个是不是有没有 self correction 的存在这个问题哈，也是一个 question mark 啦。当然各说各话了，我们今天也不在这边讨论了哈。那当然胚胎自我修复应该是存在的，可是它修复的是 meiotic error 或者 meiotic error，这个就是一个 question mark。不过还是一句话了，不管我们再怎么讲，不幸福的 PGTA 的就是不幸福，幸福 PGTA 的人就是幸福 PGTA 的人。那像我是幸福 PGTA， 有合乎 indication 的就可以做，你的技术够成熟就可以做。那有些人不幸福 NIPGTA 的，那我是幸福的，我就虽然目前原则上还不能来取代这个 PGTA， 但是我相信曙光总是看得到的，尤其 AI system 出现了以后，做一个 grading， 我们做一个 screen， 告诉患者说你有3颗 ABC 的胚胎，我们先给你做 screen， 我们告诉你说 A 级的有 probability 是最高的，我们把你优先放进去，这叫做 screen。我告诉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是诊断性的。我想这个重点非常重要。为什么这样子讲？因为台湾的医疗纠纷跟大陆都是一样，都非常的多，所以我想说的就是，我是专门在做医疗纠纷处理的，因为我是台湾很有名的医疗纠纷处理的医师，就是我是工会的未来的理事长，在一两年就这里就是我理事长，所以我就专门在处理医疗纠纷。所以对于这一种 Next AI 能不能去把这个患者之间的一些让他去说服他，让他信服，我们怎么样去 prevent 患者的不能够理解、不能够谅解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今天把你 A 级的胚胎放进去了，我们告诉你的状况是怎么样子 ，patient 的 informed consent is very important， 因为现在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嘛，国外有一些国家因为这个所谓的 NIPGTA 的问题也被告过，但是我相信走 AI system 的话，这条路绝对走得下去，因为我们是做一个 screen method， 而不是一个 diagnostic 的 method， 只要把这个把握住了，大概就没问题。相信说不定未来几年的话，它也可能变成一个标准的 diagnostic method， 也是有可能性的。那最近有几篇 paper 2024的 paper 我也稍微看了一下，我简单讲一下，就是说这个还是一样我相信我不晓得说，请教大家是不是？因为我刚开始就做 mini invasive， 我不晓得现在我所了解好像有在做这个所谓的 Next AI 的，好像大家比较70-80% 都会走 mini invasive 这一块。我不知道我的 concept 有没有得到正确的答案，我不晓得那个现在内地我们的龙头传人大家是不是也是比较偏向于做 mini invasive 这点，再请教大家。那这一篇 paper 就是说，他也提到，这是国外的 paper， 所以说发现到说，如果做 two combine 的话，好像它的有效性或者放大力或者比较好一点。那当然，我也这篇 paper 非常重要就是说也是内地的学者提出来的，他把 NICS 跟 time-lapse 结合在一起，什么意思呢？他做3组的比较，如果只是 NICS 或者做 time-lapse，或者把这个 NICS time-lapse 把它把2者加在一起的时候，发现到 NICS 加上 time-lapse 把这个 combine 在一起来应用在临床上的话，它的 AUC 啦，它的 accuracy 啦，好像目前是比较好的。那因为大家现在大家几乎每个生殖中心都有 time-lapse 嘛，像我本身我们也有，所以我们怎么样把这2者 NICS AI 加这个 time-lapse combine 在一起，造福于这一些尤其是 advanced age group 的这些人怎么去把这2者 combine 在一起，也是我们未来可能要着力跟努力的方向。我会不会时间太多了？没有时间了吧？差不多了哈。那我想今天后面很多很棒的学者要继续要给我们指导所以我今天就不耽搁大家太多的时间。那我想简单讲一下啦，刚开始 NICS 从易康 NICS 开始，我就跟着他们走。那一些 NICS 已经走到 AI 了。那对于这个 maternal cell condemnation 的问题，好像也找到了一个所谓的 tree analysis， 就是把父母亲的 aura swab 去做它的 SMP， 来看看是不是有maternal condemnation 的问题，好像也找到了一个答案。不过因为这个有时候你要叫患者父母亲要做 Next AI， 还要再把它叫过来做 SMP 的话，好像还是有一点 CP 值不太高。不过这个基本上如果患者真的有这个需求的，他们真的愿意去做这个，当然没问题。那听说了，我也是听说，好像现在也在做研究，就是关于这个 methylation 的问题
就是做什么 restrain A 蛋白把它切掉，好像这个研究也在进行中，希望能够直接告诉你说你的这个样本里面是不是有 monocellular contamination。当然我会提到武当另外一个武当另外一派，但我也尊重他们也做得非常好，只是目前台湾对于这个 NIPGDA 这一块好像没有被 well accept。所以 Embrace 这一块，我相信他们的 paper 是比较少的 ，Anix 的 paper 是非常的多，所以我相信目前少林派是走在前面的，那我要跟着少林派走。不好意思，谢谢大家。那大概就这样子。非常荣幸啊，能在这么一个美丽的冬天年尾的时候，和大家一起相聚在长沙，一起能探讨这个 Nix 相关的一些话题。非常感谢益康和湘雅的邀请，能来到这里。我刚才听了张院长的介绍啊，他也分享了他们很好的一个工作。那么接下来呢，我也是把我们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工作和大家一起分享探讨。那么我今天的这个题目呢，就是胚胎培养液中这个游离 DNA 的浓度在囊胚移植中它有什么样的一些潜力。我将从以下的这几个方面和大家一起探讨。大家现在对这个胚胎培养液呀，以及囊腔液里边都有这个游离 DNA 这件事情，都已经是比较熟知的了。大家都知道，在胚胎整个的发育过程之中，它整个的细胞啊，在凋亡啊、崩解啊，它会把这些断裂的这个 DNA 呢，可能会释放到囊腔液或是培养液之中。这个最早的发现呢，是在2013年，这是一个意大利的一个学者，他最早是发现了囊腔液中存在的这个DNA 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同年呢，也是意大利的一个团队，他们又在培养液中呢，也是看到了，他是在培养液中看到了这个 gDNA 的存在。同时呢，他又发现呢，在这个培养的过程之中，这个培养液和胚胎发育呢，还是有一定的一些关联的。那他研究的是卵裂期的一个胚胎他收集的卵裂期的这个培养液通过 qPCR 的方法来看。那么我们可以从右边这张图来看胚胎如果形态学的评价相应的比较低一点的话，它这个 DNA 的含量呢会高于这个形态学评价比较高的这些胚胎这是他的一个研究的发现。那么到了2018年呢，也有学者呢就通过这个囊腔液来预测胚胎的整倍性和胚胎妊娠结局的这样一个相关的一个研究。他们也是采用的是回顾性的一个研究，纳入的是 PGT-A， 就是 biopsy 后的这样的一些胚胎，它同时也收集了这个囊胚腔液。它的检测呢，就是biopsy 如果是整倍体的囊胚它这个培养液囊腔液中 DNA 扩增的失败率是显著高于 biopsy 是非整倍体的这样的一个囊胚的囊腔液。那么它通过妊娠结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如果检测囊腔液扩增失败组的，它的临床妊娠率和持续妊娠率相应的是比较高的如果囊腔液扩增呢是检测是成功的，反倒是它的临床妊娠结局是不是太好的。那这一篇文章呢，刚才张院长也是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作，应该也是益康和我们国内的团队小伙伴一起完成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如果这个囊胚的培养液相应的检测的结果是 trotic 或是 NA 就是没有结果的话，这一组的活产率呢是相应的是比较高的，我这里也不再过多的赘述了。那么通过以上的这些研究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对于囊胚培养液中这个游离 DNA 呢和妊娠结局大家都非常关注，但是到底这个囊胚培养液中含有的 DNA 含量到底是多少，我们做的工作呢前期的工作并不是很多。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培养液中这个它是 DNA 的来源，它一定是胚胎的细胞的这样的一个凋亡坏死或主动释放来源的。那它和妊娠的结局相关的关系呢，也是我们大家关注的那我接下来就要介绍一下我们中心和益康一起合作的关于这个囊胚的培养液中游离 DNA 这个浓度以临床结局的相关的一些工作的我们的一些工作和大家汇报一下。我们也是一个项回顾性的一个研究我们这项的研究呢
第一部分呢，我们是把既往已经做过 Nix 检测的有2286个这样的一个样本和230个这样空白的样本，我们做一个回顾性的一个研究。我们先来想设定一个培养液中样本文库浓度的这样一个阈值，到底是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含量，我们能就是比较有把握，它是有这个囊胚培养液中有游离 DNA 这样一个释放。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回顾收集了我们这个研究之中一共有341例患者，644个周期的这个囊胚培养液的这样一个临床的一个结局，以及它培养液的一个检测的一个结果。那么整体的流程呢，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也是在 IVF 的基础之上，然后我们进行了一个囊胚培养。囊胚培养的时候呢，进行单囊胚的这样的一个培养。在第5或第6天甚至第7天的时候，我们会收集这个培养液。收集以后呢，我们很快的时间就做了一个检测做 Nix 检测。大家都知道和 biopsy 的这个检测过程一样，我们首先要把这个囊胚培养液进行检测，是需要扩增的，全基因组扩增的。扩增以后，我们再来进行测序，能拿到它的整倍性跟整倍性相关的这样一个结局。然后我们把这个扩增的这个文库的浓度，我们来作为我们这一次研究的主要的一个研究目标，来分析它和临床妊娠结局相关的一些关系。那我们想做以下相关的这些方面的一个研究结果。第一个呢，我们就想来看一看这个游离 DNA 释放的到底这个阈值是多少，我们想来设定一个阈值。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想来看一看 Nix 检测后续的测序的结果，新因为检测的是否成功和临床妊娠结局的相关的一些关系。那么检测成功和检测失败的这2组的它的 DNA 的浓度是不是有相应的有一些内在的一些联系？然后再从临床的妊娠结局，我们再来看一下培养液相关的文库浓度，它们的比较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同时，我们也把高浓度和低浓度的这个组的临床妊娠结局进一步的比较。那我们来具体的看一下以下的这些结果第一件事呢，我们就把这个2000多个既往的样本和230个空白的样本，我们给它来看一下这个 DNA 的浓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 ROC 的这个曲线，我们通过这个约等指数，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阈值设定到1纳克每微升。就是在1纳克每微升这个介质以下，那可能它就是理解为是一个没有 DNA 释放的这样一个样本，我们以这个值作为一个阈值。然后我们再来看我们这一次研究纳入的644个样本，44个样本我们都第一步做了全基因组扩增，然后再进行了一个2代测序的这个结果来检测它的新因位。那么检测成功的一共有533例，检测失败的就测序结果失败的新因为失败的一共有111例。我们可以看到失败这一组它的临床的妊娠率是达到了50.45%。检测的成功的这一组的临床妊娠率是32.08%，这2组是有显著性的差异的然后我们再来看相应的持续妊娠率和活产率都是在这个检测新因为检测失败这一组相对的是高的，而检测成功的有结果的反倒它的临床妊娠率是相应的是低的。这是我们的第一项的一个结果。我们又把这个检测失败和检测成功的这个文库浓度，我们又给它集中的看了一下。通过这个图，大家一目了然了，它的文库的浓度是有很显著的一个差异的我们在检测的成功这一组，它含的 DNA 的浓度是比较高的，这我们用最朴素的一个思维来理解这件事也是很好理解的，因为它的 DNA 浓度的高，所以我们后续才会得到一个新因为的一个检测的一个结果。那我们再从临床妊娠结局再来看相应的文库浓度的一个差异。那么最左边这张图显示的是一个临床妊娠率的一个结果，蓝色的呢代表是临床妊娠成功的
怀孕了。这个橙色的呢是没有妊娠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文库的浓度呢是低于这个就是没有怀孕的这一组。同样在持续妊娠率和活产率这2个结局呢，我们也得到了相应的结果，就是妊娠组的它相应的 DNA 的浓度它相应的是低的未妊娠的这一组它相应的浓度呢是要高一些的。那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我们这个阈值在我们这个600多个样本里边是什么样的一个分布。我们看我们一共有111个样本它是没有检测成功的。那这些它的按照我们之前设定的一个阈值，我们看到了我们的阈值设定的是1纳克每微升。我们这111个没有扩增成功、没有 CNV 检测成功的这些胚胎的样本，75%是在我们这个阈值之下的，就是我们这个阈值还是很好的，能预测了我们这个 CNV 的一个检测的结果的一个区间段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我们又拿我们这个644个这个样本，我们通过这个阈值，我们再给它分一下组，小于1纳克就低于我们这个阈值的我们一共是有197个样本。那么高于这个阈值的话，是有了447个样本。那这个2个组以后，我们再来比较一下它相应的妊娠结局。我们可以看到低浓度组就是在这个阈值之下的这些样本，它最终的临床妊娠结局都是显著的高于这个阈值之上的大于1纳克的这些临床妊娠结局的这样一个关系。我们在临床妊娠率、持续妊娠率和活产率之中，我们都能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我们通过我们不同角度、不同维度的来分析这个文库的浓度和临床妊娠结局这相应的一个关系，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果，就是培养液中游离 DNA 的这个文库的浓度可以作为胚胎移植的我们选择胚胎囊胚移植的这样一个潜在的一个预测的指标。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检测这个培养液的想做它的 CNV， 第一步是完成一个全基因组的扩增，这个扩增呢时间段是相应短的，但是我们要继续做 CNV 的检测，我们需要的时间相应长。大家知道胚胎移植都是有一个窗口期的，那我们如果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们这个囊胚移植可能就和这个子宫内膜的窗口期就不对应了。这也是我们目前大多数不论说 biopsy 还是做这个 NIPT， 大多数是选择在解冻周期来完成。但是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临床的一个结果，那我提示我们是不是我们在检测文库很短暂的这个3个小时就能提供给我们一部分有效的一些信息，我们是不是能在新鲜周期的时候就能对胚胎有一个大致的一个提示，或是一个优先级的一个排序。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整个这个研究中，低浓度这个组和高浓度这个组的整倍体和非整倍体的一个临床的结果，我们也在这张表上我们也列出来了。我们文库浓度如果低于这个阈值的，我们的持续妊娠率是很好的；大于这个阈值的话，我们又把这个检测的 CNV 检测的结果，我们也看了它的最终的临床妊娠结局，持续妊娠率在这个 NICS 是整倍体中是好于这个 NICS 是非整倍体的这样一个临床妊娠的一个结局，这也是与我们之前很多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那我们就通过这个研究呢，我们也想就是提示了一下我们的工作的一个策略，就未来的工作的一个策略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收集到培养液以后，我们暂时的先给它做一个扩增的结果，很快速的做一个扩增，我们看到这个文库的浓度如果低于这个阈值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新鲜周期的时候就完成这样一个单胚胎的一个选择性的一个移植？如果这个高于这个阈值了，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做二代测序再做 CNV 的检测，然后再指导我们后续的胚胎挑选。那这些呢，我们可以在解冻的周期中完成这样一个整个的临床的一个过程。
上面呢是我们就是之前的一个研究的工作里的一个成果。这个成果呢拿到以后呢，我们整个的团队和益康的团队还是比较高兴的。然后这个工作其实是在1年前就完成了，然后我们当时就是也是把这个结果整理撰写文章。很高兴，非常高兴，我们这个文章刚刚被接收了，应该很快吧，就应该 online 和大家能进一步的看到原文，大家能看到它具体的一个原文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其实这么多年我们在2020年的4月份，大家知道那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我们是在我们乔老师牵头下，我们全国是联合了13个中心，然后还有我们益康的团队的加入，我们进行了一项埃斯尼 PGT 的这样一个临床多中心的一个 RCT 的一个研究。这项研究呢，历时到现在呢，也都是有了5年的左右，从我们的筹备一直到现在有5年左右的一个时间。在这里也很高兴的和大家汇报一下，我们整体的研究是完成了。这里边我们湘雅的团队也做出了一个巨大的一个贡献，我们之中的合作也是非常愉快的。益康的团队呢，也是在其中给我们整体的一共有我们计划纳入的是1148名，其实我们最终纳入的是随访的，达到随机的就有1189例患者，那我们纳入的就更多了。我们检测的胚胎呢，也是能达到6000多枚，也是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例数。那目前整体的研究是完成了，然后我们目前正在数据整理分析总结之中，希望能在明年的时候吧，能有这样的一个结果，也能跟大家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汇报。这个是我们在2019年，就是我们在筹备这个 RCT 的时候，然后我们在3月我们也进行了这样一个采样的这样一个培训。我们在19年的10月份开展了这样一个工作，2020年的4月份我们是启动了 RCT 的这样的一个多中心的一个研究。对于采样呢，我们也是做了一个相应的一个视频的这样的一个文章一个结果，也是和我们益康的小伙伴一起把这项工作完成了，其中雅欣博士也付出了巨大的一个工作整体的这个是发表在《Jove》的这个杂志上。相信今天下午的各个操作的培训以及我们进一步的各位老师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分享、经验的介绍，我们大家能有更多的深入的一个探讨。这个 NICS 呢是一个比较新，但是大家也是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话题。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老师的加入呢和参与呢，我们能得到更多的、更全面的对于这个 NICS 如何在临床中能得到更好的一个应用，我们大家还能有更深入的探讨和交流。非常感谢，谢谢。我今天跟大家介绍的一个内容是我们中心的一些在 NICS 临床应用方面一些不成熟的经验吧，供大家参考。我想从这几个方面来介绍一下。第一个是我们的前期做的一点探索，然后的话是我们医院参与合作的一些NICS 的研究，然后就是我们中心一个临床应用的一个情况。首先是前期的一个探索。那我们的探索基于的背景的话，刚刚黄锦老师也介绍了，就是2013年一个意大利的一个团队，他们在这个培养液里面发现了这个 gDNA， 从而让我们用这个培养液来做染色体的筛查提供了可能。然后的话，大家都非常熟悉的2016年，我们的益康公司和无锡妇幼合作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提示这个胚胎培养液的一个样本是可以直接用来进行胚胎染色体的一个筛查的，并且报道了首次这个 NICS 这个活产婴儿的一个出生。所以看了这些研究的话，我们中心的话也是在2016年就开始涉足这个领域。那个时候的话就开始怎么样收集培养液来做这个无创，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小的一个实验，就是收集day 1到day 3，day 3到day 4，day 5到day 4到day 5和day 5到day 6以及囊腔液。首先来看一下它们里面的一个 qPCR 来测下里面的一个 DNA 的一个浓度。结果就显示样本量也不大总共都只有每组的话8到9个样本。
就显示到后期啊，确实是 Day 4到 Day 5和 Day 5到 Day 6，它减数率比较高，尤其是这个 Day 5到 Day 6的，它的一个DNA 浓度是最高的这也很容易理解，因为它囊胚的细胞数多嘛。然后的话 ，Day 3到 Day 4是最少的，然后 Day 1到 Day 3的话也比较多。这个我们就猜测可能是这个细胞自我修复频率比较高啊，排出了更多的游离 DNA。当然也有可能是那个时候颗粒细胞它污染比较多，那也是有可能，因为前期的话我们也没有什么经验。但是总的来说的话，我们就还是提示这个胚胎往后囊胚期的话，它的一个减数率啊和 QPCR 的浓度是比较高的。接下来的话，2017年我们就又想看一下这个不同阶段的一个培养液，它和这个自养层细胞的一致性是怎么样的。我们也收集了比较多的一个样本吧，就 Day 1到 Day 3，Day 3到 Day 5和 Day 5到 Day 6来收培养液，然后和这个自养层细胞的一个活检结果来进行一个比对，就发现这个一致性，不管是整体的一致性还是性别的一致性，确实是Day 5到 Day 6它是最高的。所以我们那个前期的这个结果就提示我们还是往后期的一个培养液它的一个DNA 的浓度啊和这个自养层的一致性是比较高的。当然的话，这个前期其实我们看我们Day 5到Day 6其实也没有很高，一共只有60%多，可能也是由于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经验，就是颗粒细胞就没有特别的去处理，没有拖得很干净，导致的一些母源性的一个污染。所以的话。这是我们前期的一些探索，就是因为就还没有文章还没有发，所以后来的话，我们就又参与和合作了一个NICS 的一个研究。我们参与的研究的话，主要就是王老师介绍的北医3院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参与他们的一个多中心的一个研究。我们就是严格按照他们的一个方案，采用Day 3换液加Day 4换液，然后Day 4就是搓颗粒的一个办法，检测的一个成功率的话还是比较高的，超过了95%。我们入组的一个161例的一个患者，我们自己的话也初步进行一个分析，发现的话还是 NICS 组的话还是有一点改善的。当然具体结果的话是期待黄老师他的一个论文的结果出来，给我们更多的一个信心。然后的话，我们自己的话也跟益康公司合作，也做了一个小的一个研究。因为的话，以前的话，像 NICS 的话，他们都是说要做 EX 受精的嘛，我们就在想，是不是可以用 IVF 的受精方式？因为如果 IVF 受精的话，也行的话，无疑可以拓展这个 NICS 的一个利用的一个范围，以及的话可以减少一些没有必要的去做 EX 一个无创的一个操作。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实验。首先的话，我们就是想看在这个 NICS 的扩增条件下，这个精子能不能被扩增出来。我们就收集了不同的一个数量的一个精子来培养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时间，然后收集这个培养液去做NICS 的一个扩增和 CNV 的一个测序。同时的话，我们也考虑到这个精子如果穿过透明带，它是发生了顶体反应嘛？是不是这个顶体反应也会影响这个精子 DNA 的一个释放？所以我们也收集了一些带有精子的一个肺配的一个透明带，也同样的培养一段时间。我们就发现，不管是什么样的条件下，这个在 NICS 的常规 protocol 下都是扩增不出来的，然后 CNV 检测都是 NA 的，所以我们这个结果就提示，在我们这个精子其实在 NICS 的条件下，它是扩增不出来的，它的风险应该是比较小的。随后的话，我们就前瞻性的募集了一些病人，一些新鲜周期和冷冻周期的一些病人，他们是 IVF 受精的方式来做NICS， 同时加 PGT-A 来检测自养层的一个细胞。我们就是想看的话，这个培养液里面它有没有这个复原性的一个污染，以及这个如果有的话，污染的程度是怎么样的。一共是收集了161个IVF 受精的一个囊胚，我们就发现的话，所有的培养液都是没有复原性的一个污染的，但是的话有小比例的培养液，就2.5%会有一个比较高浓度的一个母源性的一个污染，所以就是也进一步提示了我们这个NICS 这个操作的话，可以适用于 IVF 的受精。同时我们也发现，如果和鲜胚和冻胚来比较的话，这个冻胚的话，它母源性的污染是更低的，因为多没有复原性的污染嘛。而冻胚的话，它母源性的污染是更低的，可能就是在这个冷冻解冻的操作过程中，这个胚胎的一个吹气的话，会进一步的去除透明带的一个颗粒细胞，
也提示的话，这个 Nix 的这个方法的话，也更加适用于可能更加适用于冬培，当然鲜培的话也很适用啊。然后的话，我们也把我们这个 IVF 的一个培养液和它的一个 T1检测结果的一个一致性的话，都是没有显著差异的，而且的话，这个扩增成功率啊，还有整倍体率啊，都是没有差异的。所以我们这个研究的话，就从几个方面吧，从精子DNA扩增啊，然后培养液的一个复原性的污染呀，然后 IVF 和 ICSI 的一个比较，综合的话就提示我们 IVF 受精用于 ICSI 这个操作也是可行的。所以的话，也为我们临床的话都提供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便利。所以我们中心的话，现在的话，很多都是 IVF 受精的方式来做 ICSI 的。这个也是有幸啊，我们这个研究的话也被我们就是黄老师的团队写的共识引用了，就是认为这个 ICSI 来做胚胎优选的话 ，IVF 的一个受精也是可以的。您团队然后的话，基于以上的这些我们前期的一些研究的一个结果的话，我们就想把这个技术的推广到我们临床来应用。然后的话，我们就在2022年9月通过了我们医院的一个新技术委员会的一个审核，以及伦理委员会的一个审核，在他们的一个严格的一个监察之下，我们就逐步的把这个技术应用到临床。那个时候想用到临床，我们用什么样的人群？我们想了一下，就还是先谨慎一点，也不要铺得太开了。我们就定了2类，第一个的话是这个有 PGT-A 指征的，但是的话，这个患者他就是很担心这个活检的一个损伤呀，他不想做 PGT-A，我们就可以跟他推荐来做这个 ICSI 这个技术。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有这个胚胎优选意愿的患者，当然这个胚胎优选的话，这个也是范围比较广啊。其实就是这个患者他可能经济条件比较好啊，他要想对这个胚胎进行进一步的一个优选，也是可以就可以推荐。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开始应用的范围也是比较窄的。那个时候的话，我们也想了一些推荐的一个理由。首先的话，这个 ICSI 的话它是无创的，这肯定是它巨大的一个优势。另外一个的话，就是 ICSI 的话，它不像 PGT-A 那样子，它会有一个正常或者异常的一个诊断，异常的话就是不能够移植。ICSI 的话，就是它是分级的嘛 ，C 级的话，经过知情同意也是可以移植的，所以 ICSI 不会放弃胚胎。这些对某一些病人的话，他就不能够接受，我就没得移，我不能够接受没得移。那些病人的话，他们就会觉得，这个还是可以。另外的话，确实我们的一个前期的研究有提示 ，ICSI 的话是有助于优选胚胎的。然后的话，它的方案是比较灵活的。像我们中心的话，它有的患者他是可以选择全部胚胎去做 ICSI 啊，我也可以选择我先移了以后。把剩余的胚胎再去做 ICSI 的一个检测，都是可以的。然后 IVF 和 ICSI 受精方式都可以。另外的话，就是 ICSI 的花费比较少，因为它不需要活检嘛，就减少了一个活检的费用。然后检测的一个费用的话，也是比 PGT-A 稍微低一点。这是我们在临床上推荐的一个理由。然后的话，这是我们一个采样的一个流程啊，也就是按这个我们参与的这个北医3院的这个多中心的研究的一个采样流程。取卵的话，受精 IVF 和 ICSI 都是可以的。然后的话，我们 Day 3的话会换囊胚培养液来转囊胚培养。然后我们主要是 Day 4，我们一般是 Day 4上午来脱颗粒，然后转这个25微升的一个微粒培养。然后 Day 5上午评级，因为我们中心的话是冻4期囊胚的，所以的话我们就是4期囊胚，就是一般我们是上午评级，下午冷冻。Day 6的话也是上午评级，下午冷冻。Day 7的话就是上午评级，我们尽量中午冷冻。等所有的培养液，等所有的胚胎都冷冻以后的话，我们就把培养液收了。我们也不是说 Day 5冻一个我们就收一个，我们是这个人最后面统一收培养液。我也不知道这样对不对啊，反正就是我们中心就一直是这么做的。然后的话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中心这个新技术的一个应用的一个情况。就截止到10月份吧，今年的一个10月份，其实将近2年的时间了，其实也只有75位患者来做了84个 ICSI 的一个周期。当然近期的话，我们这个患者是越来越多了啊，对吧？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患者不是很了解吧，我们医生的话也有一个逐步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近2个月的话，确实就是有一个逐步上升的一个例数。那么的话，它的适应症，我跟大家总结一下，就首先是 PGT-A 的一个指征，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因为这部分人群的话，
它大部分的话还是做了 PGTA 去了。另外的话，还有一些预后好的，就是小于35岁啊，它没有植入失败和流产史的，也是比较少的一个比例，大概9.5%吧。最多的话就是一些亚临床的一个人群，我们称之为，因为他可能年龄偏高，35到37岁，然后或者有这个1到2次植入失败呀，或者有1次这个流产史，可能他们染色体异常的风险会偏高一点，但是的话也没有到 PGTA 的一个指征。那这部分人群的话，它这个占比是最高的，可能的话他们就是觉得还是更加倾向于接受用 Nix 这个技术来做一个胚胎的一个优选。这是我们的一个适应症的一个分布。这是我们这84个周期的话，有81个都是先胚，有3个周期是冻胚，其中的话 IVF 占比是最高的，因为这个也是得益于我们之前的研究，因为确实 IVF 的话，它不需要 X 一个有创的操作，也比较便宜嘛，患者的话更加接受于用 IVF 的受精方式。然后我们一共的话是这么多的病人，一共呢收到了263个样本，我们可以看到 Day 5是127个 ，Day 6 126个。Day 5和 Day 6差不多，然后 Day 7的话有10个样本，可能因为我们中心的话，因为前面讲了，我们是冻4期囊胚，而且是冻的比较扩张的4期囊胚，所以的话，我们可能到了 Day 5是3期的话，我们会养到 Day 4，可能和某一些中心还有一点区别，因为我知道很多中心冻3期囊胚也是冻的。这是我们这个一个见活浓度的一个比较，可以看到不同的受精方式 IVF 和 ICSI 的话，见活浓度其实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但是这个成囊天数可以看到Day 5 Day 6 Day 7越往后的话，它的一个成囊天数的话，它这个见活浓度是更高的，它的 NA 率的话是更低的，所以的话也提示吧，因为这个也容易理解吧，我们培养的时间越长，它可能分泌的游离 DNA 就越多，可能那个浓度的话就会越高。所以以前那个益康公司老是问我们说，哎呀，你们公司的你们医院的这个 NA 率很低啊，你们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哎呀，我也想了好久，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我们讨论一下，可能是因为我们中心培养的时间比较长，我们Day 6的这个比较多。而且前面说了，我们是下午能动，我们上午评级的话，因为我们上午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动嘛，所以我们是下午动，所以这个时间就更长。可以从里面可以看到，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中心的这个常规的一个策略吧，就是导致这个胚胎的话，可能一些Day 6的比较多，可能导致我们那个 NA 率比较低，也不一定是这样吧，但是可能推测。然后的话，在这个成囊天数相同的里面的话，质优和质差的囊胚，它们的一个见活浓度啊和 NA 率的话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的话，这个样本量确实还是少了点。然后的话，我们拿到了前面说的话是我们样本的一个检测的一个结果，我们拿到检测结果以后，势必要给这个胚胎进行一个排序，这也是我们非常纠结的一个地方，我们也不是很清楚要怎么去排序会排得更好。所以我们就只能够依据我们自己的一些经验吧，我们是结合我们一个囊胚的形成时间啊、形态学的评分，还有 Nix 的评级，对胚胎移植的顺序给病人提供建议的。我们就是总的原则就是 AB 级的胚胎，我们依据囊胚天数和形态评分进行排序。如果没有 AB 级的，或者 AB 级移完了，我们就以这种 NA 的检测失败的。但是刚刚听了黄教授的报告，我们觉得 NA 的可能要排在第一。把 AB 的排到后面，所以可能这个回去得等黄老师的文章出来以后，我们得改。然后的话 ，Nix 的评级为 C 的话，就最后移植。如果患者执行同意移植的话，我们也是可以移植的。所以的话，像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移的一个举例吧。可以看到这个患者他有10个胚胎 ，Day 5的话有3个，2个 B 的1个 A 的 ，Day 6的话有2个 A 的1个 B 的。因为我们Day 5的话都是质差的嘛，形态评分比较低的。因为我们中心的话是 Day 6的质优和质量呢是优于 Day 5的质差的，所以的话我们是把这个13号这个 Day 6的优胚评级为 A 的排在第一个，然后的话把这个 Day 6的这个良胚评级为 B 的排在第二个，然后的话我们再去考虑这个 Day 5的质差的 ，Day 5的质差的话就是把这个评级为 A 的，接下来排这个评级为 A 的，然后2个评级为 B 的。评分又是一样的，我们就看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个评分，谁高的话就排前面 ，AB 排完了，我们就排这个 NA 的一个胚胎，然后的话就要依据同样的去排 C 的。所以的话，我们这个确实也是凭经验的一个方式，我们也很困惑，对不对？
有的时候我们也很纠结，所以总是和益康公司的去讨论。哎呀，听说他们有一个新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形成时间、胚胎评分和 Nix 评级的一个总的一个 AI 模型，我就是希望能够尽快的推到临床，我们就可以更加轻松的、更加准确的来对这个患者的胚胎移植进行一个更加好的一个排序，就避免我们还过多的一个纠结。好，这是我们的一个排序目前的一个经验。然后的话，这是一个临床结局，可以看到我们到现在一共移植了37个周期 ，Nix 的话妊娠率的话是83.8%，然后植入率的话是76.1%。因为样本量还是比较少啊，所以我也没有去做对照。但是总的来说的话，看着这个数据，其实我们还是有信心的。因为的话，我们中心常规的就是普通的一个囊胚解冻周期的一个植入率的话，大概是65%左右。Nix 的话有76%，我们觉得还是比较有信心的。然后的话，下面的话是依据不同的一个指针做的一个计算，但是的话确实样本量都比较少。其实我们的话还是最想知道的是，我们这个 Nix 的技术它到底适用于哪个人群？哪个人群的话可以从 Nix 的技术里面获得更多的一个获益？但是确实我们现在样本量还是少了，等以后我们积累的更多的一个数据的话，可能会有更多的把握来跟大家汇报我们 Nix 它最好的适应症是什么呀？哪个人群我们就可以积极的推荐它，我们来做这个无创的一个检测等以后我们有更多的数据，可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总的来说，就我目前的一个数据，我们觉得还是这个技术的话，总的来说的话还是可以获益的。最后总结一下，就是我们中心的话，依据我们以前那个数据的话，我们觉得这个 DNA 的含量的话，还是和囊胚培养的一个时间是相关的。我们的数据就提示这个培养时间比较长的，它的一个 NA 率比较低啊，见红浓度还是比较高的。然后我们采用了这个标准化的采样流程以后，就是 Day 3换叶 ，Day 4来脱颗粒以后，然后在换叶的时候，我们这个培养的一个样本的检测效能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就是从我们开始没有经验的时候60%几，提升到70%多的一个移植率。然后的话，我们的一个初步的结果的话，也是提示 Nix 可以改善患者的一个临床结局。当然的话，这个最终的一个确认的话，还是要等我们王教授他们团队的一个 RCT，我们也非常的期待那个结果出来。但是我们还是觉得我们还是要积累更多的一个适应症的一个数据，因为我们觉得就是一个技术，不大可能适用于所有的一个患者，肯定会有一些患者他肯定更大的一个获益。我们能不能够精确的找到这个获益的一个人群，也是我们以后要去积极一个探索的一个地方。好，我今天的汇报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我想可能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尝试去梳理一下 Nix 技术呢可能的一些临床的应用场景。那实际上呢，在这儿我其实也挺想回顾一下的。我们 Nix 技术呢已经经历了8个年头，它从第一例的胎儿在2016年的时候在无锡诞生，我们的第一个成果呢在皮纳斯上发表之后呢，实际上我们的技术呢得到了国内以及国际多个研究小组的关注。其实大家主要的问题呢集中在它的这个准确性是如何的，我们到底是怎么去用它的什么样的人群能够获益，以及我们有没有一个大规模的临床验证的结果。所以呢，我们在这8年期间呢做了还是蛮多的工作的。我们用了大样本量的数据去回答，也做了一些 validation 去回答准确性的问题。刚才像张老师还有张院长都有一些介绍。同时呢，我们也做了首个 AI 模型来回答我们怎么去进行一个胚胎的优选。同时呢，我们跟多个中心其实都有做一些类似于 pilot 或单中心的临床研究，我们尝试去总结大概什么样的人群能够获益。同时呢，也是最重要的，我们有幸参与到由乔介院士牵头的这样一个 ISNI-PET 大型的多中心临床研究当中，我们也尝试来回答我们在大规模的验证之后什么样的人群能够获益。经历这8年呢，我们其实 Nix 已经汇集到上千个家庭，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有1000个多个婴儿已经通过 Nix 活产，所以呢，我们对这项技术呢也是十分的有信心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已经累计发表了32篇文章，其中 SCI 28篇，获得国家专利授权3项，参加国家级和省级重点项目4项。那么所有的这些成果呢，也见证了 Nix 这个技术在开发、在发展、在应用的整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历程。
这个开发的过程呢，我就不赘述了，也是最开始好像好多老师都已经介绍过了。确实，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这项技术呢就已经得到了一个不错的结果，并且经过这个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和患者的充分知情，我们已经应用到了7名当时有这个染色体问题的家庭身上，最终获得了5个有健康活产的婴儿。那在这之后呢，我们还做了，其实不只是国内的团队，国际上也有很多团队去做这种大型的 validation。我们用大样本量的 NICS 跟这个基于 TE 的 biopsy 进行一个对比。我们同样呢用这个整胚作为金标准，看这里可以看出，我们基于 TE 的 PET 技术和 NICS 技术，它无论在这个 sensitivity、specificity 以及 NPV 和 PPV 上面，整个的 performance 都是可以相媲美的。所以说呢，就是在我们现在目前研究以及基于 NICS 的技术基础之上呢，能够达到跟 PET 媲美的一个效果。那么也是基于前期的一些数据以及这个样本量的积累呢，我们开发的是一个首个的人工智能的 NICS 模型。我们的大型的临床研究，包括像中信湘雅，现在目前在用的就是我们这样一个人工智能的评级。这个评级的它是主要的目标呢是想要预测这个胚胎的整胚体的概率。我们通过这个大概325对整胚和NICS 的样本，经过 NICS 的检测，我们把这个胚胎它CNV 当中的一些 feature， 包括它的这个片段长、大小、染色体的数量以及莫赛克的比例，都作为我们所要继续学习的一个feature， 然后带入一个 machine learning 的一个模型当中，最终我们输出的是一个它对应的整胚体的概率。那么我们评级 A、B、C 也是说，这个评级它对应的整胚体的概率 ，A 级大概是大于90分。B 级是在60到90之间，C 级就是低于60分。所以这个过程呢，我们也希望胚胎也是基于这样一个优选的评级进行依次的移植。这也是这篇 slide 呢是展示了，就是说我们这个评级目前在临床当中的一个关联性。这是一个观察性的研究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 A、B 级的它的临床结果还是比较相似的，都是明显的优于 C 级的胚胎然后呢，其实我们发现，其实 A、B 级它们达到比较相似的结果呢，那它们相对来说也可以认为是 acceptable， 就是可以认为移植的这样一些胚胎。如果把 A、B 级的胚胎作为一些可利用的胚胎，那么与这种就是常规的我们非黑即白的那种整胚体和非整胚体的它的胚胎的利用率呢，会有北大的区别。我们看到整胚体按照整胚体和非整胚体去区分，那么整胚体胚胎的利用率大概是57.9%，但是基于我们这个模型，把 A、B 级胚胎作为可利用胚胎的话，它的利用率可以达到78.7%。我想这也是 PET 领域目前来说比较热点的一个关注点。大家其实都觉得我们是不是 PET 已经有一些过分的检测，导致可能利用的胚胎比较少。那么这么一个评级相对来说呢，可以提供跟 PETA 可以提供一个整胚体相似的临床结局，但是它的胚胎利用率呢是有20%以上的一个提升的。那在这之后呢，我们还开发了一个这个进一步的一个 AI 的模型，这个大模型呢，实际上是基于了我们目前能够收集到的所有的胚胎的形态学、它的 NICS 结果、承担天数等等，以及它所有的这个临床结局，我们做的一个大模型。那这个模型呢，目前来说呢，还是在一个这个我们计划大概在明年吧，可能会上线。这个模型呢，我们是以这个预测临床结局作为一个金标准的，它会考虑这个形态学NICS 的评级以及承担天数。在这儿呢，我也是做一个演示吧，也就是说我们最终得到的结果，刚才张老师展示的是一个整胚体的概率，那我们这个新模型它最终展示的是一个成功概率，也就是它的妊娠率。我们可以看到，我不知道这底下大家能看到吗？就是胚胎呢，它会按照它的形态学、我们的 NICS 的评级，包括它的承担天数，做整体的一个评分，然后呢，把它去进行临床结局的一个预测。从这个图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排在最前面的就是我们临床上常规评为 good 级别，就是
评级里面带 A 的这样的 AA 级的或者 AB 级的胚胎，那么这个 A 代表的就是Nix 是评级为 A 的这样一个胚胎，并且呢它的成囊天数是第5天。那么这样的胚胎呢，我们在大模型当中，我们再带入到这几个参数当中，我们发现它的排名是最前的，它的整体的临床妊娠率是67%。然后依次呢，我们可能是形态学稍差一点的，或者评为 B 级的胚胎，或者是这形态再差一点的评级 A 级的，依次往下，到最后呢，我们到最后的时候，这个胚胎是一个形态学差胚 ，Nix 评级最差，以及可能成囊天数比较靠后的这样一个胚胎。那么它整体预测呢，就是它的一个持续的妊娠率。我想这可能就能回答说，刚才张老师比较困惑的一个问题，包括可能其他中心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拿到 Nix 结果的时候，在对比我们的形态学，我们其实也比较困惑，我们到底是怎么按照怎么样的顺序去？那我想我们这一个新的模型出现之后呢，给到老师们的是整个的一个临床的妊娠率，预测它一个临床的一个成功率，所以呢，相对来说，相信是可以解答大家的一些困惑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尝试吧，给大家梳理一下我们可能 Nix 的一些会的人群。那么基于前期的我们一些这个还比较严谨的一些验证呢，我们把人群呢大概分为以下4类。第一类呢，我们首先尝试的是针对 PGT-A 适应症的人群；第二类就是刚才张老师也展示了一些亚临床人群，还有就是冷冻复苏的人群，还有最后呢，我们也有一些多中心的临床研究在这里也给老师们会做一个汇报。那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PGT-A 的适应症人群，这是第一个针对反复种植失败和反复流产的患者进行的一个pilot研究，那么这些患者我们都知道她是怀孕十分困难的，那么在这类人群当中，我们一共进行了50个周期的一个移植，移植的总体的妊娠率达到了58%，并且总共获得了27个活产婴儿。第二个研究呢，也是基于前期的它这个同样的人群，但是呢进行一个大样本量的这个队列研究，我们发现针对这个反复流产的患者呢，它的流产率会有一个明显的降低，相对于形态学组，它的持续妊娠率当然也就相应的有所提高。那么对于反复种植失败的患者呢 ，Nix 的会议点主要在于它能够提高它的一个临床的妊娠率。那么除了这个刚才介绍的反复种植失败和反复流产人群，它对真实的 PGT 跟真实的 PGT-A 的适应症人群相比，它的整体的会议情况是怎么样的呢？于是我们设计了一个3B 的研究。这个3B 研究呢，就是说 Nix 作为一组 PGT-A 以及就是常规的临床上 ICSI 这样一个形态学去移植的胚胎，这样3组，我们看到其实 Nix 跟 PGT-A 它的一个临床效果呢还是比较相似的，都是明显的优于这个基于形态学的这个 ICSI 组，而且其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果，我们发现这个基于 Nix 的这个活产婴儿，它的这个体重是明显的高于基于 TE biopsy 的 PGT 的，所以呢，这就是在这是不是也提示可能会有一些远期的这个影响呢？这个也有待我们进一步的研究了，但是这还是一个还不错，还挺有意义的，并且它的两者之间的这个体重的指数呢，已经达到了统计学的一个差异。那么在 PGT-A 人群当中，也有一类就是那个严重的少弱肌精子症的患者。那么这类人群呢，我们也进行了一个小样本量的一个 Nix 优选，我们发现它对于提高妊娠率和降低流产率也是有一定的效果的。那么除了这个 PGT 的人群呢，我们 PGT 人群大家都知道，这个指南上有明确的这个指征，大于等于38岁，大于2次以上自然流产，大于等于3次反复种植失败，严重肌精子症，或者是他一定要求 ICSI 的受精。那么其实很多患者他不一定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指征，他也有一定意愿去进行一个胚胎的筛选，比如说高龄的只是年龄大于等于35岁，或者说我这个胚胎它形态学不那么好，但是我做这样一个活检的操作，可能会担心对胚胎有所伤害，或者我这个患者当时想进入这个 PGT 周期的时候，我发现我进行了一个 IVF 的受精，所以这些场景呢，是不是都可以就是说用 Nix 来解决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这个是我们跟
应该是蔡立毅主任那边一起合作的一个临床研究。他呢也是利用了我们 Nix 的 AI 评级，在 Nix 组呢按照 A 加 B， 就是 A 和 B 都认为可利用胚胎进行了移植，然后呢与形态学组进行一个对比，我们发现它其实还是在临床上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获益的。它这个临床数据可能跟咱们中信湘雅还是有比较相似的，对，而且呢特别是在这个年龄大于35岁高龄人群当中啊，这个雅组我们看到它的获益是十分明显的，然后呢，其实我们也有分析为什么在高龄人群当中是比较容易获益的呢？其实高龄人群当中，它的形态学的差配的占比呢是比较容易随着年龄的增大而越来越差的。我们所谓的差配呢，就可能就是这种形态学上面带评级带 C 的这样的一些胚胎，它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胚胎的占比啊，也是依次的一个上升的趋势，非常的明显。那么这边呢也是一个国内的一家，比如云南省医李永刚教授团队他们的一个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呢，实际上在这种高龄的患者当中，它有很多低质量的胚胎，而且这种低质量的胚胎去进行 Nix 检测的时候，它的移植率可以达到92.2%，这个比我们甚至一些形态学的好胚还要好一些。所以呢，他们中心实行的一个策略就是大概想要尝试一下 Nix 去挽救那种高龄患者的低质量的胚胎，所以呢，我们也在用我们的数据做了一下数据的一个推演。你比如说这个患者的，首先呢，他是高龄的，大于35岁的。那么我们发现呢，实际上有60%的患者，他的整体的形态学呢，并不乐观啊，基本都是中胚或者差胚。我们所谓的中差胚，我在这里有表示，就 BB 级以下的胚胎，我们可能都是中或者偏下的胚胎。那这样的胚胎呢，我们收集一下培养液，我们按照 Nix 结果去进行一个移植，我们发现实际上这类的患者呢，他只有中差胚的啊，他是比较容易获益的，他的流产率可以降低将近10%，持续妊娠率提高将近8%。那还有一类患者呢，他可能我有一个好胚，我评级的时候我发现他有一个 A 级的评级那我可能在最开始的时候，这个患者还是去选择移植，那他有可能去收集一些培养液，在他失败的时候呢，那他可能也只剩下一些中差胚了，同样有可能在 Nix 这个场景当中去获益的。那还有一些患者呢，他大概有15%，我们发现他是有大于等于2个好胚的。那这类患者其实呢，在这个周期当中不一定建议他去做 Nix 有可能呢，就是说他在形态学的方式也可以获益所以我们觉得其实确实是 Nix 它的一个应用呢，应该去分一些阶层，分一些这个患者，甚至分一些实际上的情况的。对，那就是刚才张老师也介绍了，那如果说这些患者在最开始的时候没有进行一个 ICSI 的受精，那实际上做 Nix 行不行呢？我们这个研究呢，实际上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也确实发现了这个2种受精方式呢，它的一致性没有大的差别，并且呢没有发现有复原污染。所以呢，目前来说呢，我们发现比如说像中信湘雅还有一些中心，他们对于这个受精方式呢，其实没有做过多的严格的要求。这对患者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获益了，那么同时，刚才张老师也提到，我们把这项这个技术包括我们的一些研究呢，也由咱们这个北医三院老师团队呢，也写入到咱们这个共识当中。那其实我在这儿想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设想吧，做一个场景的设想。可能这个患者呢，他不一定在最开始的时候有 PTA 的适应症，那他可能想试一试我能不能怀孕，所以呢可以去优先去一些优胚去移植。但是如果这个患者他比较担忧，比较concern 我到底能不能获益，所以呢可以考虑一下把这个培养液预留下来。我们是有很好的一个这个保存液的，这个保存液我们在负20度的情况下呢，也进行了一些研究，发现它的 CNV 的水平跟没有进行这个保存的这样的胚胎，它一致性是很好的。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是否可以考虑一些亚临床人群，比如说他年龄大于35岁，形态学没有好胚，或者是只是经历过1次或者2次的这个流产或者移植失败，不接受2次冷冻复苏。以及他当时进行了 IVF 受精，这样的人群是不是可以考虑先预留他的一份培养液，再进行在失败的时候再进行一个 IVF 再进行一个 Nix 的检测。
第三个呢，我带来的是一个冷冻复苏的人群。这个刚才其实张教授也有提到了一些了。是这样的，在这个人群呢，实际上有很多的这个研究学者都已经进行了一些研究。前期的一些研究呢，主要集中在说我这个培养液我要培养过夜，或者是培养24个小时。当然是因为这些囊胚它已经就是董内出来，或者是一些肺胚去就基于做的这些研究，但实际上咱们临床上可能会比较担心啊，就是如果我一个囊胚我再复苏培养15到24个小时，那这个胚胎它已经完全的孵出了，那是不是适合再去进行移植呢？所以带着这个问题呢，其实不只是我们啊，国际上的这是 Igenomics 的一个研究，他们就发现实际上你进行8个小时的一个短时的复苏，和这个长时的复苏，就是我刚才提到15到24个小时这样一个复苏去培养，他们的这个一致性呢是可比的，基本上是都能够达到85%以上的一个一致性，那么这个8个小时是不是在临床上就可以有一些应用的场景了呢？所以呢，这个就是刚才黄金老师和张院长也有提到，说这个研究我们进行了一个观察性的分析。我们这个当时胚胎移植呢是按照这个形态学去移植的，然后收集了是它的一个小微滴15微升的一个培养，大概培养6到8个小时，然后进行当囊胚的一个移植。我们随访临床结果，分析 NICS 跟临床结果的一个相关性。很有趣的一个结果是发现，就是 NICS 显示是整倍体的，与它显示是非整倍体的两者之间的差异呢，还是十分显著的。所以呢，如果说在这个场景之下，我们预留了6到8个小时的培养液进行 NICS 检测，如果移植整倍体的胚胎呢，这个患者想必是可以获益的。那确实，这个在张院长刚才他的介绍当中呢，也利用了我们 NICS 的一个 AI 评级，他把 A 级的胚胎，他把这个冷冻复苏的胚胎呢进行了一个前瞻性的这样一个研究，与新鲜的胚胎呢进行一个对比，发现同样是如果移植我们 NICS 报出 A 的这样一个胚胎，它的临床的获益呢是十分相似的。也就是说，冷冻的胚胎在进行 NICS 检测，同样按照这个评级去移植的话，推荐的评级去移植的话呢，那实际上跟我们新鲜的胚胎它的临床结局是很接近的啊。在这儿呢，所以我也想给老师们梳理一下，是否我们在临床上可以这样操作。比如说这个患者，他当时是进行了一个胚胎的冷冻的，他肯定是在最开始在新鲜周期，或者是他那个首个周期进行了一个移植，然后呢，他还是有一定的剩余的胚胎的。那他经历失败的时候，是否去可以考虑他进行一个复苏？这个复苏呢，可能不仅仅是什么第5胚胎的一个复苏，第3天的胚胎是不是也可以考虑？然后呢，我们把这样的培养液收集过来进行一个 NICS 的检测，再给他一个好的结果，再进行移植。那这样的患者是否可以在这个周期当中就能够获益，缩短他整个的一个妊娠的进程，缩短他临床妊娠所需的时间？那最后呢，也是同样也是感谢黄金老师，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参与到这样一个多中心的临床研究当中。这个研究确实是已经做完了，真的是历时5年的时间，对。然后还有那个张老师林哥教授团队，我们一起都参与到这个就划时代的一个临床研究当中吧，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有一定的效果的。但具体的呢，我们再看一下我们文章当中出来的具体的一个。其实这个研究当中，我们也总结出来可能的获益方式，可能的一些获益的人群。于是呢，我们还是就是也征集了一个在真实世界当中的一个研究。我想在座有很多位老师也是参与到这个真实世界临床研究当中的。我们其实也是想看一看，就像刚才张老师介绍的，我们不一定所有人群去获益，但是哪类人群更容易获益呢？我们 RCT 其实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严格的指导。那么在更真实的场景当中，究竟什么样的人群更能在 NICS 当中能够有所获益？我们能够真实的帮到他们，我们需要更大样本量、更真实的场景去做一个验证。所以在这儿呢，我也在做一个募集，如果有感兴趣的中心，包括线上的老师们，如果感兴趣我们 NICS 技术，也可以再参与到我们这样一个新启动的一个真实世界多中心临床研究当中来。
OK， 所以最后呢，我再做一个感谢吧。其实这个 Nix 技术，历经8年了，也离不开所有的老师们的一个对我们技术的认可。我们作为一个检测单位来说呢，能够有幸参与到这些高水平的研究当中呢，是十分有幸的。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 Nix 技术呢，能够惠及到更多选择辅助生殖的人群。谢谢大家。